巴菲特是怎么从捡烟蒂股进化到买好公司的？他又是怎么一眼认出那些最顶级的生意？今天我们就来揭晓答案。欢迎来到小爱读书圈，一个希望你越来越有钱的财经成长频道。今天我们继续解读巴菲特唯一认可的官方传记《滚雪球》。上集说到，他在股市最疯狂的时候宣布金盆洗手解散公司，结果他前脚刚宣布完，市场后脚就应验了，开始大崩盘。道琼斯指数一路跌穿了800点，偏偏这个节骨眼上，福布斯杂志登了一篇文章，标题就叫《奥马哈如何击败华尔街》，把巴菲特过去10几年的赚钱神话好好夸了一遍。这一下，他在华尔街算是彻底火了。可巴菲特根本顾不上享受这点虚名，他正忙着处理散伙最现实的环节——分钱。1970年初，他给合伙人写了一封长信，第一次把手里的底牌全亮了出来。因为在这之前，他到底买了些啥是没有人知道的。信里说，目前他手里持有的主要是2家公司，第一家是伯克希尔哈撒韦，每股大概值45美元，里面有16美元都是那个毫无前景、随时可能倒闭的破纺织厂。真正值钱的是装在伯克希尔里面的那家国民赔偿保险。那第二家叫多元零售，每股也就值个10来美元。这家公司的家底儿更薄了，底层就是几家破旧的零售商店，外加一点现金和票据。更尴尬的是，伯克希尔的股票得预约才能交易，而多元零售压根儿就没上市，你想卖都卖不掉。交代完家底儿，巴菲特给了大家2个选择，要么拿现金走人，要么换成这2只看着平平无奇的股票，继续跟着他干。这其实是一道暗藏心机的测试题。巴菲特在信里像老父亲一样苦口婆心地劝大家，我个人觉得这2公司未来几年会有不错的表现，我自己是打算长期拿着的，有闲钱还会接着买。话说得漂亮啊，可他心里其实巴不得大家都拿现金走人。为什么？因为当时大盘正在暴跌，人人都被套怕了。面对这种2选1，绝大多数人的第一反应肯定是落袋为安。再加上华尔街的经纪人还在旁边煽风点火，催着客户赶紧把破厂子的股票卖了套现。于是，一大批自以为聪明的合伙人纷纷选择拿钱走人，还有些听了比尔·鲁安的演说，把钱转投了红杉基金。但有一类人坚决没走，比如巴菲特的亲姐姐 Doris， 还有恩师格雷厄姆的表妹罗达女士。他们根本不懂什么财务报表，逻辑就一条：既然沃伦自己都要买，那跟着他肯定没错，我干嘛要卖呢？经过这么一筛，那些怕风险的人等于主动把手里的便宜筹码拱手让给了巴菲特。接下来不到1年，巴菲特和苏珊就拿着现金在市场上疯狂扫货。他们在伯克希尔的持股从 18% 飙到了将近 36%， 在多元零售的股份也达到了 39%。 他们把这2家公司的控制权死死攥在了自己手里。这时候芒格在旁边看得清楚得很，他后来评价说，当时的巴菲特就像是早年的石油大王洛克菲勒，是个胃口极大的收购者，利落地扫清了所有挡路的人。时间来到1971年底，这时候宏观经济变天了，尼克松总统终结了美元兑换黄金的金本位，通胀开始失控，物价一路飞涨，涨到什么程度呢？传统的零售套路直接玩不转了。我们前面讲过，美国的家庭主妇以前最爱在超市攒商家的印花，攒够了就去换免费的礼品。可现在东西这么贵，大家都在精打细算，只想买到最便宜的东西，谁还有闲心慢慢攒印花哟？结果蓝筹印花最大的客户西夫维超市直接砍掉了这项业务，全美近1半的石油公司也突然不再发优惠券了。雪上加霜的是，公司还惹上了反垄断官司，短短时间股价就直接腰斩。那换了别人，这种烂摊子早就吓跑了。可巴菲特和芒格不但不慌，反而调动旗下的保险公司、多元零售，还有他们自己的钱，在那儿逆势吸筹，一路把蓝筹印花的股份从 2% 买到了 13%。那你说他俩图啥呢？图的是蓝筹印花生意虽然在走下坡路，但账上依然趴着一大笔巨额浮存金，他们可以免费用这些资金去投资。所以他们打定主意，要像当年改造伯克希尔那样，用蓝筹印花这个壳去买好公司回来，给它续命。很快机会就上门了。蓝筹印花的总裁给巴菲特打来电话，说洛杉矶有家叫喜诗糖果的公司正在找买家。巴菲特一开始没啥兴趣，嫌糖果生意没意思，但他还是回了一句，给查理打个电话问问吧。芒格当时是管着西海岸一片的事儿，他一听这名字眼睛都亮了。
这是一家1921年创立的老字号，用上等的黄油、奶油还有巧克力、水果和坚果做糖，圈粉无数。每年圣诞节和情人节，喜事的糖盒都是社交场上的硬通货，送出去永远不会错。他在加州消费者心里的口碑好到离谱，连苏珊都是他的铁杆粉丝。二战物资紧缺那会儿，同行都在偷偷用劣质原料以次充好，喜事却死守底线，好料用完了宁可断货，在橱窗上挂个牌子，糖果卖光了，请买战争债券，照样过个好圣诞。于是芒格就拉着巴菲特跑去工厂实地一看，更确定了这是个特别奇妙的牌子，谁想正面跟他竞争都得费天大的劲儿，还不一定能成。而且他的经理查克·哈金斯非常能干，将来完全可以留用。但是呢，一谈到钱，问题就来了。这家公司账面净资产大概只有500万美元，可对方狮子大开口要价3000万。搁早年巴菲特的字典里，这简直就是抢劫。但这次芒格稳住了他，决定要亲自出马去谈。当时喜事真正能拍板的老板是哈利·西伊，他哥哥刚去世，公司就落到了他手上。但这位哈利是个标准的富二代花花公子，对经营糖果厂完全没有兴趣。他这辈子就俩爱好，喝名贵的葡萄酒和追漂亮女孩，一心想着去打理自己的纳帕酒庄。摸清了底细后，芒格往谈判桌上一坐，压根儿没跟他聊什么市盈率、财务报表，而是对着哈利输出了一套泡妞时间管理学。他说：兄弟，你想啊，留着这家公司，你每天得处理一堆破事儿，可你要是卖了，拿着这笔钱潇洒脱身，不就能把时间全花在美酒和姑娘身上了吗？这话精准戳中了哈利的心坎儿，他一拍大腿，当场松口。最后双方以2500万美元成交了。那么问题来了，花2500万去买一家净资产才500万的公司，多掏的那2000万到底图啥呢？这正是巴菲特投资生涯的重大分水岭。芒格给他上了一课，强行扭转了他对价值的认知。芒格给他算了一笔账，他说：你别把它当成糖果店来看，它其实是一张利息会不断长大的债券。大家对这牌子太死忠了，咱们每磅糖只要涨个15美分，不用多花1分钱的成本，公司一年就能多赚250万美元。而且就算涨了价，顾客照样愿意排队买单。这就叫拥有定价权的公司，是商业世界里的最高段位。那你们想想，还有哪些公司是这样的？苹果算吧，国内的腾讯、茅台是不是也沾边儿？之前茅台涨了波价，大家照样抢得不要太凶。而且这类公司的模式都特别轻，赚的全是能揣进兜里的现金流。其实早些年我也不懂这个道理，后来翻了很多巴菲特、芒格还有段永平的书和访谈，才慢慢开窍，然后才敢重仓下注。而且你会发现，当你真的学会怎么去识别好公司之后，不管它怎么波动，你都拿得住，因为你心里很清楚，没有比他们更好的生意了。当年的巴菲特就是被这种强现金流加定价权的模式彻底迷住了，他们把整个喜事糖果装进了那个已经没落的蓝筹印花里。巴菲特兴奋到不行，以前所未有的热情投入到了糖果事业里。他给朋友们寄去成箱成箱的糖果，还亲自给全国的商场老板打电话，帮店面选址，跟踪糖和可可的期货价格，甚至写信要求高管构思一句能媲美可口可乐的广告词。然而，这种狂热去的也很快。当常务副总裁哈金斯被他鼓动地签下了几家糖业杂志的合同时，巴菲特的注意力已经完全飘走了。他撂下一句话说：查理以后没准能当个出色的糖果商，我嘛还是只管看财报算了。他发现自己本质上只是喜欢拥有这些好公司，并不想参与日常经营，管那些柴米油盐。这跟他在家待客的德行一模一样。他经常特别热情地招呼朋友，说来我家坐坐吧，我太想见你了。结果人家真的来了，他打个招呼，心愿就已经了了，转头就埋进了报纸里，把客人晾在一边，搞得大家挺无语的。苏珊只好在朋友面前无奈打趣，他就是一座只知道工作的冰山。其实在这个时候，苏珊的心态也变了，她心里非常压抑，觉得自己被当成了一个没有感情的机器，既要照顾这位冰山丈夫，又要管几个调皮的孩子，还得分心去照料生病的亲戚。她太累了，她也想被人照顾照顾。于是苏珊待在家里的时间越来越少，她开始频繁出门吃饭，听爵士乐，四处旅行，结交了一大帮年轻的新朋友，甚至和年轻时的初恋米尔顿·布朗旧情复燃，两人一谈就是好几个小时。
她向闺蜜坦言，自己的婚姻已经亮起了红灯。可巴菲特对此毫无察觉，依然乐呵呵地把家里大小琐事一股脑全丢给他。不过呢，苏珊到底是个热心肠，她把劲儿使到了黑人平权上。当朋友想在奥马哈北区开一家服务少数族裔的银行时，苏珊一把就把巴菲特也拉了进去。毕竟只要是有利润又不乱花钱的正经事儿，巴菲特还是愿意听的。可怎么判断一家开在穷人区的银行到底有没有客流呢？巴菲特的调研方式很接地气，他雇了自己刚上中学的小儿子彼得和他一个同学，让俩小孩搬个板凳坐在另一家少数族裔银行的门口，啥也不干，就盯着大门数人头，一天有多少人进去办业务，并且按种族分类记录。拿到儿子数据后，巴菲特一算，觉得这事儿可行，就进了董事会，还承诺社区能筹多少钱，他的顾问团就跟投多少。但你绝对想不到，这家银行刚开业的时候，连个正经门店都没有，办公室就在一辆拖车里。朋友们都调侃他说，沃伦你可真行啊，万一形势不对，你半夜一脚油门就能把整家银行都开跑了。更要命的是，这家银行的管理层虽然很有爱心，但缺乏起码的财务常识，老想着放宽门槛，给穷人多贷点款。巴菲特在董事会上一口回绝，话说得很硬，银行不是做慈善的，乱放贷最后只会把所有人都坑了。当有人来申请资金填补那些不良贷款时，巴菲特一毛钱都不批，这可把社区的朋友气坏了，觉得他冷血。但巴菲特心里门儿清，违背商业规律的善意，到头来往往会变成灾难。在他这么紧紧把控下，这家银行倒是撑了几年，可始终也没啥起色。苏珊见这条路走不通，干脆自己掏腰包，给成千上万的黑人孩子捐起了学费。那除了生意和慈善上的这些拉扯，刚迈入40岁的巴菲特身体也出了大状况，差点还把命搭进去了。1971年的一天，他在加州的外科医生朋友伯尼家吃饭。那天早上，他因为小感染，自己乱吃药，居然吞了双份剂量的盘尼西林，也就是青霉素。晚饭吃到一半，他的手指突然肿得像发面馒头一样。朋友一看，坏了，是严重过敏反应，赶紧给他喂了药，劝他去医院看看。但巴菲特这辈子最怕的就是进医院，死活不肯去看，非要让苏珊带他回度假屋硬扛。刚到家，情况就不对劲儿了，他头晕目眩，眼看就要失去意识。苏珊吓坏了，赶紧找人把他强行送进急诊室。医生一通抢救，才算把他从鬼门关口拽了回来，并严重警告他说：“你对青霉素严重过敏，往后再乱碰，神仙也难救你了。”最好笑的是，在住院休养期间，有2个朋友来看他，为了给他打气，特意带了本《花花公子》杂志来。但巴菲特虚弱的连书都拿不住了，只能让苏珊在床边端着，一页一页给他翻。而且苏珊因为翻页稍微快了点，还遭到病床上巴菲特不停骂骂咧咧。这你就能理解为什么他的心态变了。苏珊后来迷上了加州的阳光，非要在拉古纳海滩买一套海边别墅。可巴菲特这辈子最讨厌的就是买房产，总觉得把钱砸在了不会产生复利的砖头上，纯属浪费。俩人拉锯了好一阵儿，最后他还是妥协了。不过他也没让自己吃亏，托了个精明的熟人去帮他砍价，硬是把价钱压到了15万美元。对方打电话来报喜，开玩笑说：“沃伦啊，有个坏消息，你房子买到了。”巴菲特只能认命掏钱。此时后院已经起火的他自己还浑然不知，他正把目光投向政治和传媒领域。不过经过一番折腾，巴菲特的投资大脑总算彻底升级了。他兜里揣着大把浮存金，身边还有芒格这个顶级智囊，感觉马上就要走上人生巅峰了。那么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呢？我们下集接着聊。